你的苏七还打算提车吗？当然提了，为什么不提呢？好奇怪的问题。1个小时后去看任天堂 Switch 2的发布会，哦，这个终于要来了，什么时候能买呢？反正能买到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去买的啊。这个车还是可以提的，不过千万别太信任自动驾驶。这个是真的啊，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事儿，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人性，它就这样，就是它给你一个可以半依赖的东西的时候呢，人往往会选择完全依赖，啊，这个没有任何办法。这几天好像都在发布新的 RRM，也是个好故事。是的，这个这个确实是有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在出来吧。而且我觉得 LLM 的发布算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的话，很多的 MCP 出来也挺好玩的啊，这个还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对岸遣返3位梧桐中配，我追了几天，比连续剧好看，跌宕起伏，高潮不断。可惜敏感题材，故事不易。关键没太关注这故事啊，也没追这个事情。按照小米官方的态度，小米汽车反而能信任，不封嘴的汽车才是最可信的。这个确实是，这个你想出了这么多事情，比亚迪出的事儿多吗？不，肯定很多。然后未来自然，对吧？更不要说撞车了，自己就着了。然后这个什么这个华为的问界也是一堆事儿。然后你看到哪个老板出来说过任何话没有？对吧？都没有。然后只有小米的雷军出来说有事儿我认，对吧？这个还是很关键的。最近这个梧桐是不是个替代词啊？梧桐嘛，就是梧桐嘛，就是有几个就是大陆过去嫁到台湾的女生，然后宣扬梧桐，然后被遣返了，大概是这么个故事。什么时候能买到 Switch 2？应该等会儿就知道了。好，等你看到消息了告诉我啊。我还是老老实实开油车，电车的电池感觉不够安全。电池安全性确实没有油车高啊，这个是真的。实在看不懂为啥汽车撞车要雷军出来解释。其实我觉得你出了事情，老大出来解释有什么不对的吗？因为如果不是老大出来解释，下面的人一定会想办法推卸责任。啊，因为只有老大能够承担最大的责任，他不出来承担这个责任的话，就会把事情搞得很难看啊。只买油车啊，我还是接着等我的电车吧。小米那车跟小鹏一样，压根儿不懂 AEB，AEB 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除非呢谁的专车改成新能源啊，这个我觉得你真的是脑子有病。现在小米在微博上洗地的样子，真的，他也没什么可洗的呀，有什么可洗的呢？出了事儿就认不就完了吗？洗它干嘛？好，我们开始读评。呃，首先上期读评里头有一条说，百度开盒，我比较肯定不是他爹给的数据，但是我觉得大概率是他爹身边的人为了拍老板女儿马屁哄老板女儿开心，老板女儿要啥给啥，13岁女孩也知道哪个叔叔阿姨比较没底线，要啥都给。这件事情呢，我是不太认可的啊。首先，这个女孩估计大概率是缺乏关爱，就是她的父母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跟她进行沟通。而且像我以前在这个公司里待过啊，就是公司里面的这些人其实并不太喜欢他的这个同事或者下属来去接触家人啊，这个一般还是隔离的很好。我没有怎么见到说这个利用公司的关系或者利用公司的一些员工去替他做很多家里事情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少见。当然，不同的人不一样了。你说这个百度这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呢？我只能说根据我的这个认知吧，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应该会比较小。好，继续啊，上期读评里头还有一条说日本人是吃减肥药、刮肠药，
蛮多蛮流行的，是吗？这个还真没听说啊。日本人吃好多刮肠药吗？把这个肠子都刮一遍，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小米还是太风口浪尖了啊！是，小米呢，就肯定是有流量嘛，有流量一定会被流量反噬，这个是必然的。捂了3天，哎，其实也没什么可捂的。你想29号出的事儿，到29号晚上到30号，基本上你得处理1天吧。然后有一些消息呢，零散的飘出来，到31号，实际上整个的消息就开始扩散了。1号雷军自己就出来认这事儿了，这有什么可捂的呢？没办法，对，他确实是跟小米这个，绑得有点太紧了啊。他是肯定不封嘴的，交警解决不好嘛，就按正常事故走。哎，这个中国有些事儿没法讲。你像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3个女生吧，有2个女生就准备找这开车的这家人去赔钱。啊，但是你想想，人家也是好心带着你们去考公啊，他实际上是考编，也没收钱，那凭什么出了事儿你就得找那家去收钱去呢？这个，所以中国有好多事儿呢，你是解释不清楚的。那么雷军愿意出来说我认，没什么不好的啊。呃，那个速度 AEB 肯定能杀到60，60也没用，就1秒钟60早冲出去了。5桶啊，是。3天时间可以让大股东有时间套利，你想太多了吧？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玩意儿咋玩的吧？你是？那条评论一看就是没有 BAT 待过，是的。这个关键车祸之后车门全锁出不来，这就是真要命了。哎，这个其实并不是车门全锁，车门到底有没有锁，有没有解锁，现在没有结论。对吧？但是这种车呢，它这个车门从外面打不开，这是比较讨厌的啊。它的车门是可以从里面打开，它有机械锁。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国家强制法规，说你这个车必须从外面也有一个地方可以给你打开。因为车门这个东西呢，很讨厌，就是你不该开的时候开了也是很麻烦的，对吧？但是你该开的时候还是要让它能打开。任何一个首长和大富豪用电车嘛，挺多的呀，非常多。你不知道别瞎讲，知道吗？不要在这儿透露你的无知。不分红，高位吸水，让所有股东对他都有怨气。对，小米基本上不怎么分红啊，这是真的。小米可能成立这么多年来，基本上没分过红。这个也是董明珠天天喷他，董明珠基本上是一半利润都分红了，小米不分红的。其实厂家为什么不就安装个讲人话的门开关呢？这玩意儿都是跟特斯拉学的，从特斯拉开始就是这个弹出式门把手啊，什么搞这种东西，在特斯拉之前其实没有人干这个事儿，大家都去跟他学，就是想办法在这个门把手上折腾事儿。我觉得最奇葩的是华为的那个，就是隔空门把手，说这个门在这儿，然后你拿手去抓，然后这个门自己就开了。啊，那个真的是完全不讲人话。电车主要还是爆燃太快了。嗯，宁德时代的还好啊，特斯拉的电池其实也还行。这个两人找人女司机赔偿的事情，让我想起了以前一个事儿：一个中国大2学生在美国上本科，后来自己得了厌食症，活活把自己饿死了，经济没问题，而且还是单独的住。最后好几天才发现父母来美国处理后事，第一天就说要告美国大学，也真是很唏嘘。在国内也是这样的，告完了以后呢，国内的政府也好，教育部也好，会抹稀泥，最后让大学赔钱。但是你到美国，你打这官司吧，打完了以后，估计赔一堆律师费，1分钱你也拿不回来。来冒个泡啊，欢迎。小米是机械门把手吧？它不是，它外边的那个是电子的，里边有一个机械的，所以这个也比较讨厌。特别多，那个博主能举个例子不？
我是挺无知的，我承认啊，你承认是吧？那我就给你举啊，像我以前的老板，很多都是做这种电车的，对吧？然后这个也是排到中国前多少名的富豪，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其实很喜欢做那种混动车，啊，这个像什么雷克萨斯啊什么的都是混动车，特别早就开始买，从大概是零几年就开始买，这个非常非常多。你想想，川普还买了辆特斯拉呢，对吧？川普算国家领导人吧，对吧？你无知了吧？标准版肯定搭载的是比亚迪的电池，宁德时代的电池是12月之后随机配置，去年12月之后的车都没有提呢。是这个，但我买的是 Pro 啊，我那个肯定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美国大学就是说，那你就去告吧，我们也有律师。对的，一定是这样的。好久没来油管了啊，来了就赶上直播，点个赞啊，欢迎。这个你眼光有问题啊，我眼光有啥问题了？这种奇葩事儿在天朝太多了。记得前几年有个人在公共篮球场打篮球崴断了脚，然后人家搞篮球场的管理单位居然还获得赔偿了。但是在篮球场崴了脚是有可能能赔偿的，你比如说你地没擦干净是有可能的。川普买了也不能开，这个你们就自己在这儿自嗨就好呗。好像那个车还是她男朋友名下啊，这个是真的。车主肯定是要负责，因为好像是她男朋友贷的款。国内车主肯定也要负责，给兄弟站台，那就愿意站这个台不就行了吗？你还要怎么着啊？好，我们继续啊，这个 GPT-4o 图像生成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 GPT 全线模型中文水平感觉最近显著提升，特别是 4o，比这个90%的华人中文还要好啊，是不是来了华裔高管天天抓着一帮老外在抠中文语料，还是只有我这么觉得啊？4o 最近确实是做了一个大的升级，它呢应该是补充了大量的新语料进行了训练。它不光是中文变好了啊，这个各个国家的语言应该都变好了。然后这个还有人说了，我在等 Sora 完全用嘴控制，我觉得快了啊，因为你看从4o 出图这件事儿来说的话，它的一致性非常好啊，一致性好了以后的话，那做视频的效果就一定会好啊。那么我觉得 Sora 用嘴控制这一天应该离我们不是特别远了。但是现在这个谁呢？Sam 奥特曼又开始摆烂了啊！这件事儿，Sora 什么时候会更新不好说了。继续啊，请问一下是否需要开会员？我测试了生图片根本不一致，后来才发现是达利，根本没有4.0的选项啊。这个注意啊，不要用达利，达利没有升级啊，是4o 升级了。不充会员的话，大概还是每天可以画个2、3张、3、4张的。充会员的话，就是 Plus 会员应该是不限制，可以随便的画啊，但是还是画的挺慢的啊。不要用达利。然后 Gemini，这个还有 Gemini 画图这个审查太严格了，提示词里头有小孩不行，说涉及未成年人，有山崖这种词也不行，说涉及危险行为。反正 Gemini 的图确实是严格一些啊。现在其实4o 的图也挺严格的啊，它的呃，但是4o 呢，因为它画的还不错，所以大家在尝试各种绕来绕去。你比如说，你说画宫崎骏啊，他不让你画，那你就说画吉卜力工作室啊，他就让你画了。实际上，宫崎骏就是属于吉卜力工作室的，对吧？那么也是可以混过去的。像我说你给我画星球大战啊，不给我画。但你说你换一个这个类似的词，什么太空歌剧啊，什么这样的，他就给你画去了，对吧？他有的时候是可以绕得过去的，但是 Gemini 这块确实是差很多啊。从绘图这块呢，我觉得这个礼拜要发布的 Midjourney V7还是值得去关注的。现在每天都在让大家去打分，就是他们大量 V7生成的图片拿出来让大家去打分，他们做最后的调整，我估计可能没准周四周五能出来，对吧？这个还是需要等一等的。因为从整个的艺术性角度上来说的话，呃，或者说从细节丰富程度上来说，Gemini 是最差的啊，然后4o 会好一些。
Grok 会更好一些，Midjourney 是最好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从一致性上来说呢，肯定是4O 最好啊，这个不太一样。所以如果 Midjourney 能够做一个大的升级，把一致性也上去的话，那我觉得碾压剩下所有的这些生图模型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指令啊，不是说好了叫提示吗？啊，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最后的示例部分不错，一目了然，有空可以当场演示一下语音提示画包子铺，估计会好玩。对了，从头到尾居然没有说 DeepSeek 如何逼的 OpenAI 如何如何，有新意点赞。不过画图是不是生产力工具难说，我觉得目前这一版做 PPT 配图不错，我画了几个配图，都有严重的逻辑错误，张冠李戴，然后转念一想，给观众当做梗图看笑一下也挺好的。啊，这个怎么说呢？呃，DeepSeek 还是在逼着 OpenAI 做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山姆奥特曼说，我过几天要开源一个推理模型出来，对吧？这又被 DeepSeek 逼上了，只是咱还没说到这儿，对吧？至于说画图这件事儿呢，它反正有些比较怪的地方，你比如说你跟他说画16:9的，但是画出来呢永远是4:3啊，就是他觉得他画的是16:9，但实际上是4:3。这个你问他说你现在比例是什么？他说16:9。啊，你送到一个16:9的画框里就是4:3啊。这个我呢最近一段时间利用这个4O 生图呢，还干了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大概连续有5、6个视频吧，都是每一次上传视频的时候上传3个封面，然后呢，他会去选择啊，我大概让他放1个小时以后告诉你啊，他会告诉我说哪一个封面带来的播放时长最长啊，然后就转用这一个封面来去为整个的视频作为封面啊，就是给视频封面做 A/B 测试啊，这块还是挺好使的。川普肯定有司机，对，这肯定是有司机的。小米这牌子的电车，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哎，后悔又怎么样？你说你买什么车是安全的？你告诉我哪个车从来不撞车，从来不死人，对吧？你给我举出一个来，算我孤陋寡闻了，行不？Firefox 今天竟然更新了啊？是吗？这个还真没想到，Firefox 居然还在折腾呢。小米里面的机械门把手在门底部的那个装东西的格挡里面，一般人应急的时候找不到，不能汽车断电的时候把手有个紧急的 LED 灯闪耀的话，这个反正他们现在都在想办法隐藏这个东西啊，这个也挺讨厌的。就是如果不是自己的车，确实是很难找到这玩意儿啊。这个但是撞车这个呢，这个司机应该是每天开这个车的人。最近这几天应该是小米车主都在去确认4个门上的这个门把手在什么地方，都要去摸一下。等小米 SUV 啊，这个好吧，我看看我能不能赶上转单啊，如果转得了我就去转，加钱转单啊，如果转不了的话就提速期了。我看现在很多人都说要买安全锤逃生，哎，其实我车上也有安全锤，但是呢，我都想不起来把它扔哪儿了。等真的碰撞了以后，你真的想得起来去找到它吗？很难的。我的 Midjourney 好像画到上限了，$8一个月，$8一个月是叫什么呢？就是可以画200张，然后你要画到上限呢是这样，就是 Midjourney 里头有任务，你可以去执行任务，比如说给自己的这个图片打分啊，什么做这种任务，做完了以后的话，会多送你1个小时。就是像我原来都是每个月会去做任务啊，去刷一些。安全锤不是应该车里边自带的吗？没有啊，只有公共交通里头是有的啊，私家车你要自己去决定是不是要有。来看老范讲故事啊，欢迎啊！高速发展的行业不分红是常规，是的。呃，特斯拉分不分红我还不知道啊，但是
比较激进的互联网企业一般都是不分红的。你看这个经常分红的都是，处于平台期的企业。好像很多人打开车门玻璃窗以后，未必能够爬出那个小洞口。呃，你在嘲笑胖子吗？4欧现在完全不能画人像了啊！我给他真人照片，想让他调下风格，怎么都绕不过去。可以啊，我昨天还画了呢，没问题的呀。从来没看到过汽车自带安全锤，反正我车上是买了一个放在上的了啊。公交车有，是的，就是公共交通肯定是有的。撞车怪车啊，这个是啊，就是一帮人就是这种逻辑嘛。以后有没有可能用算法通过速度和毫米波触发 AEB？还有发生碰撞后强迫自动解锁，这个现在强迫自动解锁是有国家标准的啊，必须自动解锁。但是解锁的是把这个锁解开，但是不能把门打开啊，并不是说我撞完了以后自己就把车打开了啊，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你如果发生碰撞，直接把门打开的话，有可能会把人甩出去。只是呢，把这个锁定解开啊，人可以从外边从里边通过机械门把手把这门打开，应该是这样啊。这个自动解锁这个事儿是有国家标准的，但是 AEB 这个事儿呢，这标准也挺混乱的，而且 AEB 其实挺危险的啊。你是会员，就是你已经看到我明天早上的节目了，对吧？或者说待会儿你去看吧，这个我就在讲小米车祸这个事情。AEB 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就是你一旦在高速行驶下误触了 AEB，或者 AEB 误启动了，那个比不启动还危险。我是公共汽车坐多了，以为安全锤都是自带的，好吧？公交车上你别第一个打破玻璃窗，否则求生乘客都拥挤过来，你大概被挤过去啊！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就不懂了啊。N8N 是不是有使用次数不限制？N8N 我没用过啊，N8N 应该也是一个这个agent 的一个工具。好，继续。这个小米配售8亿股这条，说有人说了，说这个视频看完以后，一方面感慨雷总对时机的把握，一方面也感慨他胆子大。这90天的锁定期，有个问题，我感觉有些疑惑。既然公司的这些部门和 SEC 沟通这么久，这些部门应该是很有经验和价值的呀，为什么不把这些部门拆出来，独立成立一家咨询公司，帮助其他公司处理 SEC 合规、战略规划或者是咨询需求？这些应该是能够做的。直接裁员公司，不是被拆的伤筋动骨了吗？啊，这个，前面这部分算是你表达这个对雷总把握机会的一个敬佩吧。后面这部分呢，可以给你讲一下，这种公司是有的，这不就是投行嘛？投行就干这个事儿，对吧？这个，而且你把自己公司里边的这些，就是比如合规部门啊，或者是 CFO 啊，什么各种大的这个就很庞大的这个，什么就是比如说战略部啊，或者是这个财务部啊，这些人裁掉了以后，呃，你如果真的想把他们组织起来去给别人提供咨询服务的话，你打不过四大呀，你也打不过投行啊，对吧？所以还不如把他们裁了省事儿呢。还有人说啊，我身边最近至少5个人要买车或者换车，都在等小米 YU7。比亚迪魏小李折腾这么多年，小米几个月就拿下来了啊，这是真的。小米呢，现在确实是很猛，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事故呢，很有可能会为小米再做一波广告啊。虽然现在一帮人说啊，你看小米撞车了，你告诉我谁不撞车？哪个汽车品牌没死过人啊？然后你再告诉我哪个汽车品牌撞车死人了以后，老板出来认错了啊？咱们比一比，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去买小米了，好不好？这个还有人说啊，很喜欢你的节目，此处给你更正，小小的更正。先就后新是指大股东把股票借给承销商，这些股票由认购人
按照售价认购这些股票，然后配售完了以后啊，再申请股票增发，补偿给大股东。虽然本质上是出售，但是按照配售价和指定程序出售给认定的人啊，认购的人，并非完全的二级交易出售，是为了让投资人尽快拿到股票的一个程序。如果说大股东先把股票在市场上卖掉，容易引起市场误解啊，这个是这样这个比亚迪几乎无法做先救后亲，因为大股东手里头没有那么多 H 股可以借。后面这个是一个新知识啊，这个我还真没想到，他没有大股东有这么多 H 股他不像雷军似的，手里有这么多的 H 股是集中在他手里面。至于说前面这部分呢，感谢更正啊。就是我讲这个呢，其实是为了让大家方便理解，就是大股东先把股票出了然后呢再去增发这个里头有一点要确认是什么，就是在雷军出这个股票的过程中是没有现金进账的就是他手里不过钱的那么整个的过程呢，因为中间有承销商的部分嘛那么中间还要多过一步，然后之所以没有讲的这么复杂，还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了。还有人说说这个给我做了一些更正这个还是要念一下不是奇瑞，而是吉利买了沃尔沃感谢可能是我嘴瓢了，说的时候说错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跟我讲说这个是小米没有投资理想那么就是蔚来跟小鹏是投资了因为我讲的是魏小李里边很多都是小米投资的并没有说他们都投资这个确实是需要再更正一下这个有错误咱们就认。任天堂 Switch 2还有40分钟就开发布会了，好吧？你们帮我盯着看怎么买。最近抖音天天推那个 Speed，我这个人麻了，纯的美国小丑。哎呀，人家也是3700万关注的美国小丑，咱们不能既羡慕嫉妒恨，对吧？其实门锁只要改个模式，有电可以锁上，这个非正常断电情况下缺省。就可以开锁，对你锁确实是开了，但是你外边它没有地方，没有这个机械门把手，你抠不开它，对吧？你就像那个，你比如说特斯拉吧，特斯拉呢，它是在，特斯拉那个车其实是机械门把手，只是呢它平时是缩进去的，当它那个发生碰撞或者出问题的时候，它会自己弹出来，但是你如果没弹出来的话，这个事儿就这个非常非常麻烦了至于其他的这种，比如说隔空抓门的这个，到底行不行，我就不知道了。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机械的东西可以在外边掰现在这个小米这个车在外边是没有的。N8N 你搭在本地就没有次数限制了我没搭过 N8N，我都是用 DeFi。这个那些人就玩流量的没必要跟他们较真儿。这个只能说明你不是他的受众，鄙视他们也没用，人家活得可快活了。是他的快乐咱们想象不到，就是这样。这个今天 NS2 发布没有什么动静这个还没发呢嘛。普京最近很狂说要打一场百年战争，这个反正最后再折腾一下呗。喜欢小米的出事儿大概率也会买，不喜欢的不出事儿也不会买。这个有些人呢就属于叫唯恐天下不乱，对吧？你看小米终于也出事儿了，你告诉我谁不出事儿？2天前我爸还鼓励我看看特斯拉，今天我爸跟我说，老油车就算贵点修修还能用，别换了。其实没事，特斯拉是比小米还安全的一个车特斯拉在国内是以安全著称的。好，这个我们继续这个安卓闭源，这个里面呢，有人说这个开源软件最著名的故事是 KHTML 加上这个 KJS KDE 和什么东西，然后呢发展到了这个 WebKit，就是苹果 Safari 还有一大堆的这个浏览器，这个确实大家都是从这儿来的。然后呢，在 WebKit 再发展出其实 Blink
啊，Blink，谷歌和 Chrome 在一大堆浏览器，包括 Microsoft Edge 啊，这个浏览器确实是这么发展出来的。到现在呢，基本上是 WebKit 和 Blink 两家是一统天下了啊。其他的应该都已经放弃了，可能最后一个是 Firefox，就是浏览器那块，其他都没了。当时最逗的是，就是谷歌跟苹果都在维护这个 WebKit 那块，有一段时间都一起维护，然后就是苹果删谷歌的代码，谷歌删苹果的代码，然后互相删来删去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开源治理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完全没法整的一个事儿。还有人说了，说有个观点不认同啊，安卓成功跟中国没太大关系，或者说不是视频里说的关系那么大。非智能机时代 MTK 方案照样大家用，到了智能机时代，手机厂商要智能化，iOS 不开源，市场上就一个安卓可以免费用，另一个自己开发。作为厂商，很明显就是要用现成的就好了。诺基亚、Migo，然后 Windows 都是过了最初的开拓期才开始竞争的。这个时候，只要安卓自己不犯错，就很难丧失市场份额。这个和中国厂商没啥关系。你说的下一个时代的事情，竞争结束，中国因为供应链的关系累积好了技术，开始做成品的攻坚。这件事儿呢是这样，你可以不承认啊，这个事儿跟中国有关系，但是你也要想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厂商，特别是像小米、华为、OPPO、vivo，对吧？这么多的厂商冲上来去做安卓的话，那么可能各大厂商还在做自己的东西啊，这个诺基亚也未必会死啊，Windows 也未必会死啊，对吧？大家没准就还可以继续百花齐放，而不像现在这样快速的一统江湖，把什么 MTK 啊，把这些方案一把全干掉了，不会这样的。因为欧美人本身换手机换的就很慢，只有中国人每年换手机玩，对吧？所以它可以快速的进行这种更新迭代。没有中国参与的话，安卓不可能这么快就成为一种事实标准啊。这个当然你说我不愿意承认啊，只要是中国人做的好的，我都不愿意承认。看着中国人好我就难受，那也没办法。你说的都对。Speed 这种人肯定没有文化啊，遇到很多东西一脸震惊，然后表演浮夸，顺带又有一帮人跟着起哄，好在宣传一下国内的安全先进，赢麻了。这个我觉得啊，你也不用去研究人家到底有没有文化，对吧？有人爱看就行了，你不爱看是你的事儿，对吧？人家有3700万粉丝，那你就看呗。怎么看4月2号解放日？这个4月2号，他应该是在北京时间凌晨可能3点左右，川大爷会把最后的数字说出来，到底给各家加多少税，对吧？然后咱们等着看吧，这怎么办呢？而且3点左右时候美股也收盘了，看看明天是怎么反应吧。特斯拉听说有那种类似租赁的方式购买的，跟订阅似的啊，这个然后可以换新车，这个好像有，但是具体我没研究过。小米出了事儿之后的态度比华为不知道好到哪儿去了，就华为那吃相，还有比亚迪，我告诉你，你敢说它不好，它也给你删帖，封得很厉害啊。这个国内愿意让信息传播啊，愿意上来认的，现在看就是小米啊，这个真的是比国内各新势力厂商好太多了。美国那边啊，赶上直播了，这个会员应该经常能赶上直播吧？单位规定特斯拉不让进单位大门啊，这个很多单位都有这种规定。他可能没文化，但他也挣钱，我们承认他有商业头脑就行了。是的，而且他可能会有团队啊，他团队里没准会有这个有文化的人呢。Speed 就是搞抽象火起来的，只能说直播节奏把握的很好，团队也专业，2K 流
纯户外基本都没卡。是的，它还是在国内的网络还是很好的吧。就雷军和小米这种态度能保持下去，中国新能源车最后肯定有它，比某些友商好太多了，这是真的。时速100公里撞上水泥桩，可能当场就没了啊！照片显示整个车头都碎了。是这样的速度撞上去，我估计车里面的人可能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识去开门啊，这个，所以，你按这个速度，什么车撞上去都白给。小米是捂了3天，哪儿3天了呀？31号这个消息就已经出来了，它这个事儿实际上真正被知道的就是30号了。你看29号晚上10点多出的事儿，然后消防队到现场是凌晨1点，然后第二天人家怎么着也处理处理，然后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对吧？然后31号就开始传播，这个我觉得有些人的心思就是歪的，对吧？美国买车都可以租赁购买，甚至卖车的也想忽悠你租赁啊？为什么会忽悠你租赁呢？这个我没想明白，把车卖了不好吗？这次事故，高速公路管理方其实责任很大，但是现在高速公路这边肯定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嘛。我这次是体验了一把美国汽车产业就是个保险公司和银行的游戏，这是为什么呀？怎么看 DeFi 的那件事儿？哪件事儿啊？我研究了 Model Y 是$699一个月，必须3年，里程也不能太多啊，它还对里程有限制啊，这个比较奇怪了啊。刚才说高速发展行业不分红是常态的，你是怎么这么颠倒是非的？小米2018至2014，24这7年连续7年分红均为0，手机算高速发展行业，手机增长率连10%都没有。小米也就是汽车2024年3月算高速发展，这个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讲啊。小米呢，手机确实没有高速发展，但是它在海外高速发展，它在电器高速发展，它各种各样的高速发展，对吧？你可以说我不愿意承认，那是你的事儿。来了，点赞。美国买车的啊，美国卖车的上来不是问你打算买多少钱的车，而是问你每个月打算支付多少。我还真没在美国买过车啊，这个我在美国只租过车开，因为有时候出差过去会租个车，这个确实没有体验啊，这个又长知识了。电车撞击容易燃烧，哎，又不只是国产，台湾林志颖那个挺怪的啊，他应该是 Model X，而且他好像开的还不快，那个车真的是挺怪的，不知道为什么撞上就这个着起来了。按道理说，Model X 不应该出这种事儿，他好像是也是在那掉头嘛，掉完头以后不知道怎么就撞上了，速度应该真的不快。下次一定点赞，好吧？这个高速公路啊，很多修路从2车道突然变成1车道，根本没有任何提前提醒，很容易出事故。我觉得像他这种事儿，就是人开都容易出事儿，更别说是机器开了。特斯拉运营还是很好的，直营模式没有中间商坑你，虽然车还是蛮贵的，车还好吧？我觉得特斯拉就应该干一个事儿，就是把 Model X 跟 Model X 的价格降下来。如果他把这2个车的价格降到40-50万的话，像什么魏小李这些车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就是魏小李出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卡这个40-50万的这个份儿，对吧？你像特斯拉等于是 Model 3跟 Model Y 是20-30万，然后呢 Model S 跟 Model X 呢就是70万往上了，等于中间从30万到70万中间这块是空的，就是国产新能源整个就是在这一个区间里头涨起来的。5的话，消息出来不会那么快。是的，以小米的这个，就是舆论操纵能力的话，这个消息根本出不来。
美国、加拿大买车都是 lease 啊，这什么意思？这个词不认识。要知道消息不能乱发，这是哪段儿去？雷军举世皆敌，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当他有一大堆流量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出来啊，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lease 是有历程限制的啊，这个还不了解这个玩法。如果你有个小生意，那么你租赁有税务好处，每个月的付费就是成本。如果购买，那么就成为资产折旧。如果你有个小生意，那么租赁，呃，每个月的付费就是成本。哦，哎，这个还是挺好的啊，这个确实是很棒。啊，有个公司改图标的事儿啊，说是自己写的软件啊，其实也不是了。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人呢现在在淘宝啊，在各种地方去给人接活儿，就是帮人去做安装，DeFi 安装。这个安装完了以后呢，有一些就要求改自己的 logo 啊，然后呢，这个去给人做安装的人呢，就把这个 logo 给改了，改完了还上传了，反正都是二把刀啊，都是不太明白的人。改完了以后呢，这个呃，就希望能够这个 logo 一直留在上头啊，这个反正一帮不太懂礼貌的人干这个事儿吧。现在替人做 DeFi 安装确实是个小生意啊，你们谁需要装 DeFi，你找我，我给你装啊，收费啊，当然这个还是挺贵的。我有点怀疑这次小米的事儿，某些友商估计暗暗推流了啊，这个一定都会。像那个中国，只要是别人出事儿都会推流的，像比亚迪啊、华为他们都干这事儿。啊，当然这个纯属猜测啊，没有任何真实依据，你们也别说我造谣。林志颖那次，心亏损发生啊，幸亏是发生在白天啊，被路人救出来了。但他那个速度好像真的不是特别快，而且林志颖自己是个赛车手。车椅上分隔岛上，车骑上分隔岛上撞到底盘了。是，但是反正我觉得这种东西核心还是速度，你如果速度慢的话，不应该这样。车行租赁的利润比较高啊，他还是把车卖了，卖给了租赁公司。哦，这样的，等于车行说你要租车，他等于也算把车卖了，然后租赁公司再把这车租给你，啊，等于也挺好的啊，等于赚两份钱。林志颖那次幸亏是白天啊，被路人救出来了啊，是。他这次这三个女生出事儿，我估计周围就没人，就是等撞了车以后，再到这个什么啊，再到这个有人看到他们，应该已经是2个小时以后了。高速公路必须提前1公里警示吧？现在不知道啊，现在就是他到底是怎么警示这个事儿不知道。必须租3年啊，总里程1万英里以下16万这个16093公里，好吧。呃，但是3年只允许开1万多公里，这个事儿还是有点少。你像我的车基本上是到不了每年1万，我的车大概现在开了有几万公里了，我忘了啊，这个可能有4万多公里啊，这个但是开了7年。只是最近这2、3年开的少了，前面开的多，前面基本上一年能够开个大几千公里。买车没有中间商啊，就是没法砍价，没有砍价。对，这个特斯拉就是这样，就是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说涨价就涨价，说降价就降价，你跟他也没什么可商量的。林志颖，我个人的判断是前排同车上的小孩影响驾驶了啊，这个确实当时有个小孩在上面。这次事故直接让小米市值缩水1200亿港币，那缩呗。大国消息不能乱说嘛，万一变成谣言呢？啊，还是要小心一点啊。SX 要降到40-50万，那得上海国产化，但是这种车需求也不是很高，单独开一条生产线，找供应商还是挺麻烦的。我觉得还好，如果你真的是40-50万的话，
每个月卖掉1万辆还是可以的。你像理想那个40多万的车，每个月那卖不掉啊，但是这个每个月卖掉这个4、5千辆还是可以卖掉的。这个很多国内的这些新势力也都是每个月卖掉4、5千辆或者1万辆，也就在那儿生产了，其实没有任何问题。SX 做到40、50万在上海生产是没毛病的。国内搞抽象也很有流量，对啊，是很有流量。钱其实绝对赚啊，这个像这个谁 Speed 到国内来肯定挣钱啊。都不知道，晕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我英文很烂啊，我承认啊。智驾出事儿，倒霉的是所有电车厂啊，这个倒也不至于了。中国驾照考试还是太简单了，好多有了驾照都没有应对紧急情况的这个应对方法。现在你比如我儿子吧，这个考上大学那个暑假他把车学了，学完了以后呢，再让他开就不想开了。这个他开车也没瘾，也没有任何想开的这个想法，这个就没法整了啊。你这种，你比如出了事儿，他肯定也不太会应对。7年4万太少了啊，这个因为我不怎么出去玩啊，这个没办法了。满血的 DeepSeek 设备要400万外加每年维护100万嘛，没那么贵啊，这个我估计可能有个100-200万人民币也就可以了。至于维护费或者说你烧多少电的话，这个就不好说了。我的判断是，自动驾驶发现有障碍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对，因为它最后只有2秒钟，就是要求它接管以后的2秒钟就撞车了。然后这个要求接管以后是过1秒钟以后，这个女生是开始操作啊，但是太晚了。咨询个事儿啊，小米之家用的零售通管管理工具 APP 你知道不？开发一个类似的这种 APP 功能的 APP 要多少钱啊？这个不太了解，但是开发这种东西肯定不便宜啊，能使别人的就使别人的，别自己做啊。这个关于 Agentic AI 的商业化问题，如果能够解决 LLM 大模型长期记忆的问题，看报道最近会有突破，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愿意个性化的赛博朋友付费的啊，这个其实不需要这么复杂，现在都已经做出来了啊，就是不需要大模型直接做，你在 Agent 这头做这个长期记忆都是可以的。中国考驾照其实难度挺高的，我不知道，我没在国外考过啊，所以我怎么听说日本考驾照挺难的呢？啊，这个就真不知道了啊。不知道汽车人，不知道汽车 list 的人很多啊，正常。对啊，我觉得挺正常的。甲亢哥那个就是搞不懂为啥那么多人起哄跟风。哎呀，这个我觉得呢，我们在社会上看到一些搞不懂为什么的事情，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尝试去搞懂，啊，有一种呢是说，哎，我虽然搞不懂，但是，呃，它存在即合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搞不懂啊，你们都是傻逼啊。这个我觉得最后一种人是很悲哀的啊。这次女生虽说3年驾龄，但平时很少开车。没有啊，人家爹出来说了，说经常开呀，还开长途，这个车也跑过长途，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体机200多万好像啊，维护费按人头算，驻场一个8K，你不能让人驻场啊，这个驻场是很累的，这个驻场就你相当于雇了个人嘛。锥形牌一般堆放什么东西啊？啊，锥形牌一般堆放应该是提前1公里撞那个锥形三角牌是没啥事儿的啊，随便撞，所以安全措施也是没有做到位。但是现在这个反正很麻烦这个事儿。如果感觉租赁里程不够，可以谈判一个高一些里程的限制，当然费用也会高一点。哦，这样的。我知道印度孟加拉考驾照几百块钱人民币就能买，这个国内原来是可以啊，但是这几年好像不行了。就是原来北上广深不允许买，小地方是可以买驾照的。
甲亢哥目前正在重庆长江大桥上直播呢，好吧，让他开心的去玩耍吧。日本按排量和速度考啊，如果好像是阶梯状的啊，只能一阶一段一段考。那我比如说我先去考，考了一个小排量的，我就不能买大排量车吗？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啊。YouTube 收益要交税了吗？要交，这肯定要交，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我准备明天去税务局啊。美国考驾照最搞笑，太容易啊！我以前在欧洲考驾照，还要考冰雪驾驶啊，这个确实费劲。那种开到汽车打转的场景，这个真难以想象。印度对华没有旅游签证了啊，这个我本来也没电进去。我觉得看 Speed 爆火，本人研究透了，就成啊，有些人未免也太酸了。对，就是你看有什么东西火了，我们去研究一下啊，不想研究，就说我尊重这种现象就完了，啊，没必要酸。这个10年前西北可以买啊，2000多，买了就转走。这个我觉得买驾照还是挺不负责任的一个事儿。绝不 lease 啊，这个限制里程不说，保险费还高啊，好吧。好，我们继续啊，这个马斯克下令 XAI 全资收购 X，有人说了，说没啥新鲜的，照例阴谋论分析啊，套用学到的老范逻辑，老范自己搞不出个 AI 公司，就说马斯克泡沫破裂前夜疯狂操作，是不是过于疯狂分析了？这个说想象 Starlink 和 X 一起就会如何如何，那么具体会如何如何呢？只能靠这个疯狂想象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我确实是跟美国的一些这种叫财务公司吧打过交道，他们呢就干这种事儿，就是从股市上收购公司下来啊，进行拼装重组以后呢重新上市啊，这个确实有一些团队一直在干这个事儿，像我原来在波伦。波论的呢，就是被分拆啊，拆了以后是，一个呢叫做我忘了两个公司分别叫什么了，反正有一个叫 Embarcadero，之所以叫这个呢，就是跟另外一个被提前收购下市的公司去合并。他们这个美国其实有好多这种养老基金，他们干这个活啊，他们怎么弄呢？就是把美股上面这些有稳定利润，但是呢又没有未来故事的公司收购下来啊，收购下来以后呢，说你这种公司如果在股市上混呢，就很危险啊，有个风吹草动，没准被人弄挂掉了。但是你又能稳定挣钱啊，他们这些基金呢，就把它买下来，你就给我稳定挣利润就完事儿了。同时呢，他们再到这个股市上买其他的一些类似的公司，买下来以后呢，重新包装讲故事，啊，讲好了故事以后呢，如果股市愿意为这个故事买单，他就把这样的公司合并了，重新上市。啊，如果这个股市不愿意为这个公司买单呢，他就把这个公司留在手里，接着给他挣利润啊，然后为整个的基金去贡献利润出来，对吧？这个美国确实有人干这个活而且干的挺多的。至于说 Starlink 跟 X 组合了以后到底去怎么讲故事，对吧？那肯定有一帮聪明人去讲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也看说，哎，你买不买单？不买单，我换一个，对吧？他这个事儿有什么可这个奇怪的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金融操作手段，是吧？不要没见过就大惊小怪啊。有人说啊，意思是 AI 行业寒冬肯定马上要来吗？现在看的话，应该会有一个黎明前的黑暗啊。这个至于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到底有多长，不好说。现在比较大的概率就是，会有一步踏空，因为现在不光是我在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包括很多人，包括蔡崇信啊，这个是阿里的现在的董事长啊，然后还有像呃高盛啊，这个是大投行都在去讲这个事情，因为为什么？就是大家做了大量的 AI 投资，投完了以后呢，又没有把钱挣出来啊。但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大家相信就是这一次寒冬以后一定会起来，这个是比较强的地方。但是中间这个寒冬应该还是会来，至于来的有多严重啊，来的有多长，这个事情呢，很难判断啊。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
还有人说了啊，说这个 XAI 的股东不是一下就亏了40%嘛，不用太担心，因为它重新融资就好了，只要重新融资了以后就可以定一个新的估值，它就可以把这个钱给你补回来啊，所以不用太担心。还有人说了，说这个 hot shot，我当时讲的叫热射啊，说不对啊，这个意思是村里最能的那个仔，好吧，这个英语就不用考我了，我能够把这俩词儿都拼对了就已经不错了。还有人讲啊，说这个去年美国大选，老范表示希望川普上台，理由是川普能够很快结束俄乌冲突，这个让经济恢复正常。现在老范还认为川普有能力快速结束俄乌战争吗？我觉得至少到现在为止吧，川普还在为这个事情努力，对吧？而且要表现出足够努力来。即使是他结束不了呢，他也要去讲说，哎，你看我已经都这样了，对吧？这个实在是，这个天命难违，对吧？他一定会整成这样。所以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不用下结论啊，他还在尽很大的努力啊，而且现在，很多人去预测呢，俄乌冲突有可能会在今年的，比如说第三季度会结束，就是中间这段时间肯定还要拉扯一下。对吧？那么拉扯来一下的话，拉扯来拉扯去，应该是能够结束。只要结束了以后，这个经济肯定还是可以向上走的吧。再往后啊，还有人讲了说，这个英国金融时报说的是 XAI 的800亿美金的估值是 pre-money valuation 啊，然后 post money 的 valuation 是1130亿美金，外加债务，就是应该把它这个债务加进去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应该不对啊，它这个是直接合并进去了，它等于把这个800亿加上那个330亿直接加进去了。这个我觉得外加债务，这个具体怎么算不太好说，因为呢，它毕竟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它没有财报，所以就是我们只能是通过外面支鳞片爪去推算这个数字啊，所以这个数到底是什么样不好说。去年12月 XAI 的估值只有450亿啊，在估值方面 Grook 给出的答案是错的啊，这个Grook 现在反正每天都在进步吧。但是现在，我又找到了新的最好用的大模型啊，是这个Gemini 2.5 Pro，这个还是免费可用，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啊。这个因为现在就是你要靠模型输出的话，还是要看它前端搜索的这个品质怎么样。谷歌的搜索肯定到目前为止还是遥遥领先的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国内教材中好像英文租很少用 lease 啊，是这样的。这个对，日本驾照本来国人可以直接换的，后来遇到一群买驾照的中国人，弄得日本人都懵逼了，现在才开始难的。为什么能换呢？因为他行车是靠左的呀，咱们行车靠右啊。我觉得到那儿去考一个还是挺合理的。我是在澳大利亚开过，他们就是行车靠左的，反正开着还是挺别扭的。收购不良资产打包重组上市不是很正常的吗？是的，这个有好多人就觉得阴谋论了啊。非冰雪季节考试，冰雪驾驶是在考场上，地面上淋油和水这个滑滑溜溜的，模拟路上结冰，有点像驾驶游乐场，好吧？这个我真没想到。那你像加拿大，他们要考驾照，是不是都得上冰雪？因为他们那儿天天结冰。老摩根的模式通用钢铁和通用电气都是这个样子。是的，这个参考互联网泡沫01年经济危机，反正现在肯定还是要中间可能会有一点点青黄不接的状态。中文说这个租是 rent 是的，就是临时租个车开开，神州租车那种中文对于 lease 似乎没啥很方便的翻译，是吗？这个我真不太了解了啊。
小米的股票能抄底了吗？这个怎么说呢？我们不做任何的投资意见和建议啊，但是确实是有人再去抄底了。哪天提车啊？我现在小米 APP 上显示呢，是还有，看一眼啊，还有5到8周啊，这个是小米 APP 上的显示。这个如果它允许我换的话，我一定会去换的啊，加钱也要换啊。这个外优期，如果它不允许换的，那我就提。Gemini 2.5 Pro 效果确实棒极了啊，这个是真的很棒。Grok 有一点不太好，就是它慢，就是你用 Grok 的 Deep Search 和这个 Deeper Search 的时候，实在是太慢了。Gemini 2.5 Pro 这个，绝对遥遥领先啊，强的不是一星半点。现在写文章最好的模型是什么？得要看你写什么文章了。这个 OpenAI 又搞到估值了，是的，又融了一轮啊。这个是，孙正义又给了，大概是他这一轮应该是给了$400亿，孙正义在里头大概拿了一半。而且呢，现在是这样，就是，OpenAI 等于把它的4O 图像出来，等于又重新站在了风口浪尖上，站到 C 位上，然后新的一轮的估值也到手了啊，新的一轮的融资也到手了。这个谁呢？这个山姆奥特曼出来摆烂，说这个，哎呀，我们 GPU 的资源实在是不够了啊，没法整了，对吧？然后这个我下一步的模型推出要放慢一些。因为它下边该出 GPT-5了嘛，原来计划的是这个月该出的，对吧？那么现在说我要放慢一些，所以是又可以再挤2天牙膏了。Lease 可以理解为用钱买来的使用期限，这个反正很怪这个词翻译的。马斯克不会是想打造一个自己的互联网生态吧？但是他现在只有一个社交媒体，这个他一直就惦记把Twitter 变成微信嘛，他从买 Twitter 那天就这么讲了，所以他一定是有这种想法的。这个英国殖民地都这样啊，这个没有啊，这个加拿大就是靠右的呀，对吧？澳大利亚是靠左，加拿大是靠右。这个发现苹果系统里好像没有提新功能或者新功能改进的地方。那个反馈 APP 好像是设计提交错误的啊。这个苹果我还真没研究，我升了18.4了，但是不知道升了些什么东西。文明七好不好玩？这个买了啊，真的是花钱买了，但是没空玩。我要开始玩文明七，估计怎么得断更1-2个月才能把它玩明白。有国际驾照互认啊，我以前听说好多土老板国内考不过，又找不到买的路子，就去东南亚买，通过互认转回中国。这个我还真没听说，国内应该是不认国际驾照的，中国好像是专门出过文件。这样解释的话就很清晰了，但是还是很别扭啊。Switch 2发布会正式开始啊，告诉我怎么买。这个刚才在用 Gemini 深度搜索，确实很不错，写了一大堆，包括参考文献，直接拿过来，可以冒充大国硕士论文部分，确实很强啊。它 Deep Search 那个什么2.5是不需要 Deep Search 的，2.5 Pro。感觉中国未来大语言模型可能就剩3家，DeepSeek、豆包和阿里，差不太多啊。豆包确实很好使啊，我其实每天用的最多的就是豆包，速度快。现在就等 Gemini API 支持2.5了，支持啊，我一直在用啊，我就在用啊，待会儿可以给你演示一下，等这个叫做咱们读完评论了以后，可以给你演示一下啊，Gemini 2.5这个强极了。小米苏7智能驾驶出事前2秒退出3个
大学生活活烧死这个等明天早上看呗，你不是会员只能明天早上看了。如果脑子用 DeepSeek 做一个虚拟陪伴的人物，可以捏脸换装啊，这个我觉得 DeepSeek 还是挺慢的啊，这个还是要有更复杂的配置方式。可以 API，可以 AI Rent 和 VS List 这个看差别，好吧？回头去研究一下啊。我查了，小米从2018年的1749亿销售额到2024年的3759亿销售额，这个平均每年增长率是12.6%，不能算高速，所以小米因为年增长12.6%被定为高于增长。我觉得啊是这样，你要对自己的企业有信心啊，你就不会去分红，你就会好好的拿钱尽量的去发展，对吧？然后你在几年里头翻上去，然后你觉得不算啊，这个没问题，你可以这么想。你像这个，比如说股票回购和分红这个事儿，乔布斯活着的时候他也不干啊，只有库克上来才干这个事儿。这个呢，就是你对自己的企业有没有信心，就这么简单啊。你觉得没信心，你看谁都没信心，没问题。你觉得谁恶劣就谁就恶劣啊，你都对。看了极客湾的手机横屏，我一个果粉都看不下去了。苹果现在硬件不行，AI 也落后。苹果硬件还是不错的啊，这个 AI 呢确实是落后一点，但是硬件还是杠杠的标杆。试了 CSAM，这是什么东西啊？已经很接近 AI 电影了，好吧，这个我还没玩过。继续啊，这个腾讯11.6亿欧元换了育碧子公司25%股份这个事儿，有人说了，说很傻的几个 IP 都做了很久了，没有太多人喜欢了，像使命召唤啊，不再那么吸引人了。但是它这里头没有使命召唤啊，对吧？人家三个是刺客信条啊，这个呃叫什么来着？还有的是，反正一个是刺客信条啊，一个是彩虹六号，还有一个是孤岛惊魂啊，是这三个，没有使命召唤什么事儿。至于说这种老 IP 到底有没有人喜欢呢？不好说，你只要是做出来的东西让市场去验证，对吧？可能很多老的一些人会喜欢，而且现在只有老人才有支付能力嘛，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老 IP 是不是值钱？我觉得讲这么个故事吧，就是以前只要拍美剧都是拍80年代，这个中学故事80年代的各种的故事。后来说为什么呢？他说80年代的人现在是主妇啊，对吧？这都是家庭主妇，然后这些人有支付能力，而且他们是在家里看美剧的这个主要人群那你就要去给他拍80年代的故事给他们看，他们愿意买单。你去拍一个00后的故事，那00后现在并不是看美剧的这个核心群体，你拍完了以后，这些80后的大妈不爱看，那么所以这个 IP 的事情呢，不能按照你的这种方式去理解啊。要看谁是主要消费群体，谁是有消费能力的消费群体，那么他们喜欢的 IP 才值钱。继续说我虽然没玩过《刺客信条》，但是据说日本历史上有过黑武士，也许育碧是从历史中找到素材，而非出于政治正确的缘故，用黑人武士将亚非欧文化集于一身，吸引更多玩家。我是很不喜欢这种说法的啊。日本历史上是有过黑人武士的，但是呢，那只是很少的一个人那么绝大部分的日本武士应该都是日本人当然还有过白人武士，像那个电影《最后的武士》里头不就是一个白人武士嘛，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你做一个这样的游戏，你不去做日本武士，你非要去做个黑人武士，还告诉我说历史上出现过，这个不是政治正确是什么呢？对吧？这个最后到底能卖到多少，咱们不确定啊。还有什么呢？我记得当时看那个 HBO 的美剧叫《切尔诺贝利》，里头呢也有一个黑人这个黑人呢，据说就是苏联历史上确实是有极少数黑人的就是非常非常少，还是有。就是为了显示说，
这个人确实是到这儿来了啊，而且就是当时在切尔诺贝利救援的时候，也确实有一个黑人，就一定要把他挂上，这个完完全全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事情。还有人说了，说这个，我在腾讯的王者荣耀系列 IP 里边做外包，真的是很恶心的一个项目，主要是精神折磨。我发现特别有趣啊，就是我们做，就是我这儿做视频啊，总能遇到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故事里边的主人公啊，这个我讲到王者荣耀了，就有人做 IP 外包。给你讲一个王者荣耀 IP 外包的故事吧。就是呢，我有一次遇到过一个朋友，当时他是要去做游戏创业啊，到我那儿去找投资，跟他聊了一次，但是叫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他呢是原来的王者荣耀主美，就是最主要的这个美术负责人。后来呢，他离职了啊，就是开始去想做自己的游戏去了。呃，但是呢，这个王者荣耀团队就遇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谁也不敢去再给他改这个界面了啊，谁也不敢去改这个UI 设计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它的销售额，它的这个上面的流水实在太大了，任何人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那最后实在是没办法，怎么办呢？就找到这个朋友说：“你再接着给我画吧，对吧？”这个他就嘁哩喀就给人画了。后来就问他说：“你怎么敢下手啊？说这么大流水的一个作品，你就不怕把它做坏了吗？”他说：“不怕呀，对吧？我从小就是从他开始就是我画的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敢画，画好了画坏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就敢下手。”后来呢，他应该是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啊，还是在接王者荣耀系列的这种外包，就是他里边人不敢画，不敢碰这个东西，就每一次需要这个加界面啊，或者加什么东西的时候，加各种 UI 设计、加皮肤的时候就找外包，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前面人做完了以后，后边人不敢动，动了以后呢，就是你完全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说没有投票才是利好啊，这个如果有投票权，对市值就是利空。过去数据案例都支持这个说法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市公司做投资啊，做过这个战略投资，我们是这么算的，就是你在一个公司里头占股必须是少于20%，少于20%呢，你是不需要在你自己的财报里去披露这家公司的这个财务情况的。如果你超过20%的话，就是上市公司大家是出财报，每年年底要出财报，这个你需要把你这个被投公司也去做一次审计啊，要花钱的，不是说自己找财务自己做一个就完了，要找四大去做审计。审计完了以后呢，要把这部分合并到你财报里边去，算是对你整个的业绩有重大影响的这个投资项目。所以像我们以前投案子，就是不希望进入财报的，都是投19.99%。这个希望进入财报的才会投超过20%，对吧？这个跟是不是有投票权实际上是没关系的啊。还有人说了，说这个更正一下啊，拉瑞安只做了《博德之门3》啊，老的博德是黑岛黑曜石做的啊，这个好吧，这个接受更正啊，我这个反正讲错了，你们来更正我，我就来念一下一般这个在我这儿这个做更正的我都拿出来念一下因为要修改一下这个影响啊，这个我做的内容呢本身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个数据收集和验证啊，我只能是按照我的印象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吧，就是 AI 这个叫做什么呢？AI 大模型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然后给大家去讲一些尽可能正确的东西。但是我不能保证都对啊，所以欢迎大家辅正。好，我来看看这边都是资本故事，主要看有没有人买单啊，有人赚分红，有人赚估值啊，还真不一样。这个，我觉得就是从苹果这个故事就特别特别明显你只要是这个什么，只要是乔布斯活着的时候，他就绝不回购他还去问巴菲特，巴菲特说你回购一点吧。乔布斯想想说，这个钱还是搁在我手里，我觉得是更有效率的搁在谁手里都没有搁我手里有效率
啊，到了库克手里就拼命回购。欧印特斯拉5年翻10倍，觉得可能性大不大？强调啊，咱们频道不做投资意见和建议啊，赚了赔了都是你们自己的。刺客信条不是在日本被骂惨了吗？但是卖的还可以啊，虽然骂是骂了，但是卖的还行。还是不清晰啊，我租车1周也是用钱买来使用期限，关键是如何区分短租和长租啊？lease 我估计应该算长租吧。如果租房算短租还是但是租房算短租还是长租？租个女朋友，这个租女朋友这个事儿，不对啊，这个事儿是违法的。今天看见个理想的小视频，也说，DeepSeek 慢，说他们的 OTA 之后，利用的是理想汽车的车载数据打造自己的推理模型。是这个，其实你就是用 DeepSeek 蒸馏一个1000问的模型回来使就完了呗，都挺好使的。普希金的爷爷就是黑人啊，到普希金2代就漂白了，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个回头我去查一下。只有外包能背锅了。哎，这个跟外包没啥关系啊。刚刚研究了下谷歌的文档 API，确实可以使用2.5 Pro 啊，是可以的，没问题的。最近玩双人成行的这个续作双影奇境，玩法丰富，而且国区价格便宜，真的是很好玩，几乎看不到政治正确。推荐给老范陪老婆一起玩。哎，我太太是不太爱玩这个东西，而且我要玩呢是要买 PS5的，其实 PS5的版本很贵啊，就是国区便宜是在 Steam 上便宜，PS5上还是300多啊，只有 Steam 上是100多。油管的直播功能是不是被 Speed 玩崩了？没有啊，这个挺好使的呀。这个 Grook 给我的答案是，美式英语中 lease 更倾向于长期租约同时有更严谨的法律效应，好吧？甲亢哥直播哪里好玩啊？完全不自信，靠小洋人来夸自己就充满虚荣心。哎呀，这个效果很好，这个不用担心啊。Rent，属于很灵活的，好吧？这个稍微了解一点啊。那是普希金的曾祖父，似乎没啥漂泊不漂泊的啊。了解普希金的都知道，不了解的都不知道啊。这个我就不了解。这个 Speed 现在在成都玩的很开心。刚才不是说他在这个重庆吗？他到底在哪儿？推理模型目前哪家的好用啊？DeepSeek R1，想拿来做数学题啊。现在这个2.5 Pro，Gemini 2.5 Pro 也是个推理模型啊，那个遥遥领先啊，绝对是遥遥领先。就是其他的像Grok 啊，这个叫做 OpenAI，然后 DeepSeek 其实都在一个线上啊，就是互有长短，但是 Gemini 2.5 Pro 可能除了慢没什么别的毛病啊，还有一个就是稍微贵点。关键点是关键要点是租约，通常是长期的正式合同，常见为6个月以上。哎呀，这个我们不再研究英语问题了，过来点赞啊，感谢。乔布斯极度自恋的性格啊，这个巴菲特肯定搞不定他。哎呀，其实这种创始人啊，你像乔布斯，雷军虽然看着很谦逊啊，但是肯定也是一个极度自信的人。然后包括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对吧？就算是像什么贾跃亭、罗永浩这些人，都是极度自信的，要不然他没法做他现在这些事情。编程推荐一个你觉得比较完美的 AI，Claude 3.7哈，那个现在最好。但是据说 Gemini 2.5 Pro 会更好一些，我还没有大规模的测试。新的 Joy-Con 可以当鼠标用啊，这个任天堂再一次
业界吧，是吗？等我去买一个新的啊。这2天 Tree 更新，指令跟随好了很多，但是幻觉依然厉害。我都搞不懂它是怎么把 Cloud 3.7调出那么多幻觉的。这个我最近没怎么使啊，最近在玩别的东西。租东西这个事儿我们就不研究了，居然赶上直播了，真第一次，你信不信？我不信。会员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个太难了。看老范节目一段时间，看 AI 方面的节目，激起了我这个老程序员学习欲望啊！把台大李宏毅的机器学习学完了，发现确实对具体使用没啥帮助。对的，你还不如买个 Cursor 回去玩呢。之前的 Tree 指东打西，这2天是指东打东西南北。好吧，这2天我没怎么用啊，我是前几天用 Cursor。后来把 Cursor 的那个免费的这个叫什么呢？免费的额度用光了啊！再过一段时间准备去试试 Windsurf，然后挑一个花钱买。这个对 Speed 也在直播啊，游览重庆挺好的。好，我们继续读评论啊，还有几条。这个第一个是朱啸虎退出人形机器人赛道啊，有人说人形机器人最热衷的是日本啊，怎么没有进展了？好像这一次的人形机器人真的没有日本什么声音啊，欧洲、美国、中国都在拼命的折腾，日本人在干什么呢？啊，难道都在玩高达吗？还有人说啊，这个是不是做了个空赚一波而已，过半年再炒一波再赚一波啊？这是1级市场，这不是2级市场，对吧？这个不能这么玩。这个1级市场，大家还是要坐下来谈判的，啊，要坐下来一个一个面谈的，不是这个有韭菜可以被你忽悠啊，这个不能这么去理解。范总一语点破中国机器人的真相，都是一堆泡沫，总有爆炸的一天，国家投的钱都会打水漂啊，这个不能这么讲。我讲的是，一拥而上，但是最后还是会剩下1、2个狠角色，对吧？其他的呢，破掉就破掉了。我们是用这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去换出那1个、2个真正的狠角色。你比如说像中国最后竞争出来的，像淘宝、京东、拼多多啊，是最后是剩了3个，还有一个深印算半个吧，3个半电商。然后呢，这个抖音、TikTok 对吧，也算是中国打出来的。还有像这个滴滴啊，这个包括像瑞幸这样的，都是在中国啊这个千锤百炼出来。还有像美团，对吧？这些都是可以在全世界大杀四方的啊。就是我们确确实实是吹一个巨大的泡泡，但是最终把泡泡戳破了以后，会剩下1个狠角色或者2个狠角色。还有人说啊，养股模式带来巨大的资源浪费，也不能这么讲，就是养股的过程中呢，确实有很多的钱浪费掉了，但是同时呢，大量的市场和人员都被培训和教育出来了，所以我们做很多的这种商业模式创新，可以非常快的进行全民的使用习惯迭代啊，这个在其他地方是没法整的，这都是靠养股模式来搞定的。很多的国家说，哎，我们不愿意用这种方式，我们愿意用有序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那你整个的市场教育这件事儿就没有办法去完成，啊，它就可能没有办法像中国一下达到一个，整个市场的极高渗透率的改造啊，这就没法做。所以你说它浪费呢，它也浪费，但是呢，它确确实实是把别人可能10年做完的事情1年给你做完了。人形机器人最快的市场化应该是替代充气娃娃。好吧，这个充气娃娃这个事儿呢，应该是最后一个被替代的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算医疗用品啊，它对于整个这个设备的安全性、准确性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功能的要求是最高的，可能需要过的认证也最高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步。还有人说啊，语数科技啊，就是逗逼啊，就是逗出了这个东北范儿。
这个就是逗到家了啊，逗死了。就讲这个跳舞这个事儿是吧？这个怎么说呢？不能这么讲啊，就是翻跟头也有翻跟头，转手绢也有转手绢的价值啊，它都是有价值的啊。因为这种就是你虽然靠遥控器去遥控，咱们不说宇树科技，咱们说大疆吧，大疆无人机是靠遥控器去遥控的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在这个没有飞控系统之前，你要想遥控它，那是极其痛苦的。所以它还是有一套非常复杂的这个姿态管理和控制系统在里头的。啊，这个宇树科技也是一样的，啊，它也是有非常复杂的这种姿态管理和这个等于自己的这个控制系统在里头。啊，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在里头，你想让它翻个跟头，你就不是这么两三个、三四个控制这个按钮和摇杆就可以搞定，它最后是做的像 PS5的这个遥控器似的嘛，对吧？两个摇杆加上可能这个四个按键，对吧？它是这样来去工作的。你如果真的这个没有控制系统的话，你可能需要10个摇杆，然后这个20个这个按钮才能把它翻个跟头翻过来啊。所以呢，都是需要有人干的。该做大模型的人去做大模型啊，该去做控制系统的人做控制系统。术业有专攻，所以也没必要去看不起宇树科技啊。这个朱啸虎有没有可能造势打击行业，然后趁机低价进入啊？这个还是要讲清楚，这不是一个2级市场啊，这是个1级市场。而且他一旦说了这种话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来找他那个聊这个项目啊，就是有他们的有这个人形机器人项目就不会找他了，也不会拿他的钱，哪怕他冲上去说我愿意给钱，都没有人敢拿。因为为什么？就是你拿了朱啸虎的钱，你退不出去，因为他并不是说我给你钱就可以一直让你上市了，他还要找下一轮去接。你前面都讲了这话了，那朱啸虎谈的这个他投的这种案子，谁敢接？谁也不敢接。这你拿了他的钱，就是最后一笔钱，直接把自己作死了啊！所以这个是不成立的。好，我再看啊，Gemini 2.5写代码确实不错，搭配 Rucode 的感觉已经可以替代 Cursor 了啊。好吧，我是已经搭上去了啊，就是我 Rucode 上头已经挂上 Gemini 2.5 Pro 了，但是呢，最近实在是没有时间去写啊，等过一段时间再去写。你能看完李弘毅还是相当能学习的，对，这个还是值得肯定的啊。日本最拿得出手的是成人机器人吧？也没有啊。日本其实它的轴承、它的很多控制系统做的还是非常棒的。就是咱们现在做的这些机器人里头，应该还是有不少日本元件的。估计谷歌最近又招了很多华人工程师赶进度，怎么突然效果就很好了？其实甭管是 OpenAI 也好，还是谷歌也好，包括Anthropic 也好，最近都在出大模型啊。下一个大家在期待的实际上是拉玛4，就是美坦的，他们都有大量的华人工程师，就是特别是做这一块可能有这个1/4啊，不是1/4，可能有这个2/5的华人工程师都是有可能的啊。那么这个现在的速度突然加快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是，没有那么多限制了，对吧？因为大模型等做出来，你还要做大量的测试，现在估计都是测什么呀，对吧？拿出来使呗，对吧？为什么要去对齐？等出来了以后再说嘛，对吧？包括这个山姆他们也出来说我们不准备给那么多限制了啊，你们就拿去用吧，对吧？你想这种东西训练是一个时间一个成本。然后你去给他写这个规范手册，哪些许干，哪些不许干，可能比训练他还费劲啊。那么现在就是说，咱们别费劲了，直接扔出去让大家测吧，对吧？这个就会变快很多啊。当年上海世博会，本田、Honda 出的阿西莫还是日本机器人最顶尖的，这几年好像就没看他们干什么事情。日本的机械手臂全球市占率是最高的。
但是国内现在工业机器人，也就是这种机械手臂的市占率应该是非常非常高了啊，因为很多就在中国境内使用，而且一些德国的和日本的这种机械手臂，就是他们是日本和德国的品牌啊，它的工厂其实也是在中国。以前朱啸虎、周大炮、徐小平，还有短头发的女的，还整过一个创投节目啊，那个短头发的应该是那个叫谁来着？哎呀，我名字忘记了，就是原来也是央视的一个主持人啊，后来跑到猎豹去做那个紫牛基金啊。哎呀，这个真的是，就我还跟他打过一段时间交道啊，想不起来了，就是他们做创投节目。谷歌招了很多华人工程师，听起来有点奇怪，在哪里招？在大国吗？不用，就是他们自己就有好多。巨大的资源浪费其实也不算浪费，毕竟促进了就业率，增加了市场流动性。3、5年来一次，有利于市场活动和产品迭代。毕竟是服务业，生产制造 all in 才是真浪费啊。那个后边这部分我不知道了啊。工业斯巴达还是很厉害的。日本 AI 不行啊，基本没有像样的 AI 创业公司，连欧洲最近都有几个不错的 AI 公司，没有 AI 算法赋能，机器人怎么发展？是的，这个日本在这块儿真不知道他们后边要怎么弄啊。最近有个梗，老范也可以讲讲，就是那些创投节目的嘉宾老板，很多现在都不是老板了啊，这是什么梗？这个我还没有研究啊，我准备回头去研究一下。巨大的资源浪费其实也是小意思，只要除以13亿人就变得很少了。这个真正资源浪费的地方没法跟你们讲啊，这个以后吧，有机会再去讲这个故事。就是我是见过他们怎么浪费这个钱的。要不要点评一下 Switch 的发布会？我还没看呢，我们这儿一直在直播呢，对吧？等它整个播完了以后，或者等我买一个来给你们去点评一下吧，看什么时候能买。好像卡比和塞尔达都出新的了啊？是吗？那赶快要买呀，这个没什么好说的。日本为啥就不能拿 OpenAI 搞机器人？害怕被卡脖子，他就不能自己训练机器人的嵌入 LLM。呃，这个事儿是这样，你像Figure 01、Figure 02原来是 OpenAI 的，后来说不了啊，我还是要自己去训练新的，对吧？那么日本呢，在这一块，我觉得 OpenAI 因为毕竟不是开放的嘛，等这个山猫奥特曼真的像他承诺的那样，拿出了很棒的开源的推理模型出来啊，也没准日本就可以在这个模型基础上再去训练了啊，这个等着看吧。啊，6月5号才发售呢，哎呀，好晚呢，我还以为这就能买了呢。这个新凯莱光刻机这事儿没研究啊，这个没有空去做这块研究，因为不是特别感兴趣，对吧？你说让我现在整个去研究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讲呢，也能讲，但是毕竟是个外行，对吧？又没有什么兴趣，这个研究起来就比较累。好像新的 Switch 支持4K 60帧和1080P 120帧 HDR，这个我觉得够呛吧？它的算力能有这么强吗？可能还是依靠一些类似于大力水手之类的技术吧。这个等这个直播完了以后，我去看看那边的故事。老范总是怎么做到不上厕所的？这么频繁的喝水？这个没有啊，这个我是开讲之前上了厕所的。我听老范也不上厕所啊，这个是啊，张泉灵，哎，张泉灵，对对对对，我一下把他给忘了，就是把名字忘记了啊，真的不错啊，这个也没有了，这个待会儿就去了，不是张泉灵，那个女的好像是贝塔斯曼的，这个名字记不清了啊，那就不知道了。反正张泉灵原来做过这个创投节目，真正浪费资源浪费是刚才后面不知道啊，在那部分啊，这个不知道了。我靠老头环也上 Switch 了啊，老头环我是没兴趣哦。巨资进口电影设备，然后会用断都
关在牛棚里了，什么意思啊？后边这半句没看懂啊。会用的都关在牛棚里了啊，这个好吧，这个也干过啊。来也，欢迎。朱啸虎、朱孝木也有点分不清楚，一直以为是朱啸虎是和老罗直播的那个人啊，这个不知道。刚看见微软把上海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关了啊，是，他们这最近也是有这个消息。好，我们还有2条啊。贾看哥来中国，有人说了，在国内很多粉丝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在那里叫喊，我就怀疑是表演。光是街头观众认识他的翻墙比例就让人既感慨，又让人觉得防火墙这个管控翻车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能这么讲啊。这个在中国能够讲流利美式英语的人可能还是挺多的，我估计应该有个可能5%或者几的人，特别是你到上海、到北京这种地方，可能比例还挺高的，对吧？那么对于他来说，你剩下的事儿只需要剪辑就完了嘛，你把那个讲的不明白的给它剪掉不就行了嘛，对吧？这个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他在国内其实知名度不是很高啊，贾康哥。呃，那么冲上去认识一下，对吧？这个也就算是这个翻墙的人能认识他，不翻墙人不认识，不也就完事儿了吗？你像我有一次，我去年吧去日本，然后呢，在回国的这个机场啊，就是在东京机场准备等飞机的时候，啊，突然还有一个人走到我面前来说：“你是老范讲故事的老范吗？”我说：“是啊。”啊，他说：“我看你节目。”那这个就是你像我这才几万粉丝，然后我就在东京机场，然后等飞机的一个候机厅里头，还碰到了一个认识我的人啊。这个你说概率能有多少？但我也不能说这个人就是我事先安排好的吧。所以呢，这个偶然在一起，你不能说这事儿就是事先安排好的啊。啊，还有说啊，很多地方官不开绿灯根本进不去，更别说巨大网红直播了。用脚想也知道背后有政府力量支持啊。中国呢，肯定是有些地方是进不去的。你比如说像有些大院连特斯拉都进不来，对吧？特别像军队大院或者是政府大院一些这个敏感部门，你说我一个网红要进去直播，肯定是不能让你进来啊，这个一定是如此的。啊，这个但是也确实有很多人跑到新疆、西藏，啊，好，包括一些这个比较这个贫穷的地方，或者说比较二三线城市的地方，也都是有人去了啊。这个老外的渗透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是我们也没太管他们，就是你能够通过公共交通方式到达的地方呢，他就去了。所以其实中国大面上还是过得去吧，就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好啊，这就是网上的所有评论啊，再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呃，浪费也是一种消费啊，这个是对的啊。这个如果彻底不浪费了，大家都计划经济了，就像现在这样，消费起不来也很危险。上次朱啸虎出圈是滴滴了啊，也没有。上次朱啸虎出圈是这个Kimi 啊，跟 Kimi 的这个叫什么呢？一个诉讼啊，就是他觉得他手下的一个合伙人投了 Kimi 以后，然后跑去 Kimi 给人做这个 Kimi 的联合创始人去了啊，这个事儿是损害LP 利益了啊，他现在还在做这个事情。是你是老范讲故事的老范吗？跟我走一趟啊！这个现在还没有遇到过啊。像我们讲东西还是比较含蓄的啊，不会有类似这种事情。好，我们今天的读评就到这里了啊。这个哦，刚想起来了，要给大家演示一个好玩的东西啊。这个稍微的花一点时间啊。AI 了日本机器人啊，日本长期以来一直是机器人技术的领导者，现在正专注集中先进的人工智能，以创造更强大的这个日本，我觉得大家开心一下就好了啊。这个我在 YouTube 刷到过徒步进藏的老外啊，其实老外在国内旅行待遇还是挺好的。是的，呃，
下面呢，给大家表演一个杂技吧，这个还是挺好玩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杂技叫什么呢？叫做这个，咱们就还是把 Gemini 2.5 Pro 也跑一个，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也要给大家看一些别的好玩的东西啊。这个好，我的这里啊，这个给大家看一什么呢？这个叫做我先搜索一个高德地图吧，地图开发者来啊，这个共享屏幕。好，这是高德地图开发者啊。现在高德地图 MCP Server 来了啊，这个就很有趣啊。待会儿我用 Gemini 2.5 Pro 来去调用一下这个MCP Server 啊。这里呢是告诉你应该怎么用啊，它有这么多，咱们就不看了啊，因为这部分都不是给我看的，这部分都是给 Gemini 2.5看的啊。然后呢，我们要去创建应用，它会告诉你怎么创建啊。先去登录到高德开放平台，然后呢。登录账号啊，注册，然后通过这个实名认证啊，你在中国使用这种东西都需要实名认证。我呢是通过支付宝做扫脸实名认证的，然后创建一个应用啊，创建个应用，创建了以后呢，创建一个 API key 啊，Web 服务的 API key。好，到这儿就算结束了，然后就开始去接入。我呢前面这部分都已经做完了啊，就是把这一段代码抄下来。然后到这个 Cherry 里边去啊 ，Cherry Studio， 这个Cherry Studio， 先把这个取消掉，这个在共享屏幕 Cherry Studio 这儿呢。好，到这儿了啊 ，Cherry Studio， 这个是我们聊天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现在去设置 MCP 服务器，对吧？然后呢，我们添加服务器，这个添加服务器呢，应该是在这儿啊，编辑。好，直接把这段给它复制掉。好，复制好了，然后啊，这儿需要一个 key， 我的 key 呢，让我去找一下，控制台，应用啊，这儿呢。好，我就把高德地图的这个 MCP server 加进去了。它呢可以这个给经纬度，就是你给它个地名，给你经纬度，然后各种的地理信息查询，然后 IP 地址查询，这个天气查询，然后周边有什么好吃的都可以查了啊。下面我们来使用 Gemini 2.5 Pro。然后把刚才咱们加的高德地图 MCP 加上啊，然后我们来，比如说吧，从天津塘沽出发，去北京做一日游，开电动汽车，这个安排行程，在什么呢？这个啊，找当地特色食物吃，需要找地方充电，给电动汽车充电，回车啊，Gemini 2.5 Pro 就去干活去了啊。然后干的过程中呢，还可以去
到这个 MCP 服务器到高德地图去查询相关的信息。当然，Gemini 2.5 Pro 的缺点就是慢啊，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点慢。你看它呢还查询了一下北京是什么啊？给出路线安排、餐厅安排以及充电和停车安排啊，还在干呢，还没干完呢。你看啊，他又做了一个这个啊，这是路线安排啊，都给你做好了，怎么开去啊？还在干活啊，充电。你看又去找充电去了，这个在找这个餐厅啊，这个他是先去找餐厅去了，然后正在找充电啊，然后他反正一个一个去搜，然后有几个充电桩，然后查询什么小吊梨汤啊，你看在颐和园附近，然后再查这个的经纬度啊，这个一步一步来。这个还是挺开心的吧，就是挂上高德地图的 MCP，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行程就安排的非常好 ，Gemini 2.5 Pro 也是极其强大。上面还在这个这上面这一部分，就是一个一个的去调用这个高德 MCP 的这个服务，然后它等于一边的去给我做一整天的这个安排，一边去做这个各种的地理信息查询。Cherry Studio 这类 Chatbox 是不是想做模型及应用的入口？也不是了，这个还是挺开心的啊。这个放在这里盗走它，那我就把它废掉不就完事儿了吗？这多简单啊！我直接把它删除了不就完了吗？这个然后我再去创建个新的，对吧？这又不是什么那个，大不了的事情啊，这个而且这个就是你自己去申请呗，大家玩耍就好了嘛。记得等会儿把这个注销掉，对啊，我待会儿就把它注销了不就完了吗？以后药店 MCP 可以给老范装药盒装7天的药量，这个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就是给大家演示，就是看一下这个东西有多强，对吧？然后呢，加上这个 MCP 以后，这个东西有多凶悍。它如果能图形化就好了，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你要求它去做图形化或者什么都是可以去做到的。当然，未来可能会像GPT-5那样，就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一起，啊，这个是要一步一步的往前做的。但是现在已经非常强了，大家看到了吧？这个东西，一整天的安排都安排的好好的，从早上几点出发，然后这个从哪里出发啊？大致坐标，然后路线188公里，2.5小时，然后呢，哪段时间是游览颐和园，哪段时间是12:30到14点是午餐和充电啊，在哪个地方，在颐和园旁边吃饭，然后呢，充电啊，推荐的充电桩有哪些？然后是驾车从颐和园去奥林匹克公园啊，在什么地方？然后大约11公里，20到30分钟到达奥林匹克公园游览，然后呢再吃晚餐啊，推荐在什么地方吃晚餐。然后呢是这个18点，然后驾车从奥林匹克公园回塘沽179公里，2个小时，然后温馨提示。
对吧？这个都是做得很好的饮食，然后告诉你吃什么啊，这个交通怎么样，就整个这套东西安排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三继续老范读评，再见。结束。然后老范把装药盒改成老范验证药盒内的药品，就是我装进去的，最后一个礼拜都吃完了呀，我已经每个礼拜都在吃。好，再见啊。